各位同学，大家好，欢迎修读数学医学，我是慈济大学易基系慧茹老师。今天我们要来谈谈 ABO 血型的遗传，遗传应该大家蛮清楚的。另外再加码来了解一下 ABO 血型的生化系统哦。这边我们可以看到是一个染色体的示意图 ，ABO 血型的 locus 呢是位在染色体9号长臂的位置。那通常 encode 的基因分别是 A、B 以及 O 基因。那这个 O 基因其实通常是视为一个 silence 基因，就是一个不会 encode任何的相关的蛋白质，也可以称之为 amorph 的一个基因。好，那我们再来看看哦，其实 ABO 血型从以前小时候应该有学过所谓的孟德尔遗传的一个 pattern， 那 ABO 血型其实也是符合孟德尔的遗传的 pattern。那另外呢，它属于 codominate， 意思是只要有这个基因在上面的话，就会是呈现一个显性的状态。例如说，我有 A 基因在上面，那 encode 出来 A 抗原，那另外一个是 B 基因的时候，也会 encode 出来 B 抗原，同时存在好，所以我们称之为 codominate。接下来呢，可能大家会比较陌生一点点。这个我们平常看到了红血球上面的 A 或者 B 抗原，其实并不是这一个 A 基因跟这个 B 基因所直接的产物。意思是平常我们从基因变成 RNA， 再变成 protein 蛋白质，是我们整个遗传学上面的中心法则。但是呢，在 ABO 血型当中呢，最后 A 基因所encode出来其实不是最终的这个所谓的抗原，那它encode出来什么呢？它所encode出来的其实是一个糖基的 transferase， 糖基的转移酶。那也因此造成了在红血球表面上面原本的 precursor substance， 它的前驱物开始接上，透过这个所谓的转移酶接上了很多的 normal saccharide， 很多的不同的那个糖基上来，而形成了 A 以及 B 抗原。用文字说明不是那么清楚，我们一起来看一些图好，首先建立一下基本概念我们刚刚特别提到 A、B 基因，那另外在 ISBT 的第18里面有一个 H， 那这个系统才能协助整个解释一下 ABO 血型的糖基的串接方式。那么透过这个图表，我们来看一下，刚刚有特别提到这个不同的基因encode出来的不是最终的抗原，而是encode出来不同的 glycosyl-transferase 糖基转基酶。那它到底转什么来？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 H 所encode出来是针对 fucose 这样的糖基来进行转移。那 A 基因所encode 出来是这个 N-acetyl-D-glycosamine 这样的糖基来进行转移。那 B 呢，负责的是 glycose 的一个转移所以等一下如果要念这么长的个糖基的名字，我怕大家也会头晕。那老师为了简化一下，然后我们等一下会称之为 H 糖基或 A 糖基、B 糖基，让大家快速的能了解。但是如果大家未来是要准备所谓的相关的医事人员的考试的话，基因以及相对应的糖基，可能就要麻烦大家是要背诵以及记忆下来的。好，那我们接下来看怎么串接在一起。透过图形，我们可以更清楚的了解首先呢，红血球的表面上呢有一个 type 2的 precursor 的 substance， 有一个前驱物，透过 H 基因的表达 encode 出来的一个 fucose transferase， 帮忙加上了 fucose 这样的一个糖上来，形成了 H antigen， 形成了一个 H 抗原。那这个 H 抗原就是平常我们认得的 O 型血型，所以 O 型血型的人的红血球上面不是拥有 O 抗原，而是拥有 H 抗原。好，有了之后呢，如果当这个个体它有 A 这样的基因，或是 AO，O 是 silence gene 这样的一个基因系统的时候，它协助它将 A 糖基串接上来，这时候才形成 A 抗原。好，从这个概念里面，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哇，所以是要一步一步来的有点像堆积木，它是有顺序的。
所以当有哪一个负责的基因或者是转移酶出问题的时候，就会让这个串接发生一些疑虑。好，我们来最后看一下这边，最后的 A 抗原上面呢，成熟的 A1RBC 细胞上面，其实如果去细数它的抗原量的话，大概是81万到117万这样的一个抗原量，所以抗原数量真的像我们刚刚第一个章节所提到哈，它在所有的血型系统里面 ，ABO 血型的 number 数量其实是最多的。好，我们再来试一个，好 ，B 血型，B 血型的抗原是怎么来的呢？源头 Type 2 precursor substance 透过 H 基因encode出来的 fucose transferase 接上 fucose。形成了 H antigen， 再透过 BB 或者是 BO 基因引扣出来的这个 sugar transferase， 然后接上了糖基之后，形成了 B antigen，所以真的是一块一块上来了。最后细数的话，可以有61到83万个 B antigen 在我们的成熟红血球上面。好，那 AB 血型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咯。好。所以因此呢，再帮大家稍微整理一下，在红血球系统上面呢，整个的积木如何形成我们的所谓的糖基？那在 ABO 血型里面，基本上它就是属于碳合化物系列的，那所引扣出来都是不同的糖基转合酶，所以 Type 2 precursor 透过 H 基因转移成 H antigen， 再透过 A 或者是 B 基因，甚至于就是silence gene 转移成最后我们检测到的 ABH 不同种类的抗原系统。好，另外一个比较特别了，在我们的分泌系统里面，例如说口水，呸呸呸这样的口水在分泌系统里面一样，我们可以看得到 ABH 这种可溶性的抗原在上面，那它所负责的这个基因系统稍微跟我们的红血球有点不一样。第一个原料有稍微不一样等一下稍微解释一下。它的 precursor substance 是属于第一型的，然后第一个关卡是透过 S1 这个基因帮它形成 H 抗原，接下来才透过 A 跟 B 基因来引扣出相对应的糖基转移酶，最后才看到 ABH 可溶性的抗原。所以这个图表是想要让大家知道说，红血球跟分泌系统，最后我们都可以看到 ABH 抗原，但是它们糖基串接上去的一个途径所负责的相对应的基因其实是不大一样的，还有原料也不同。OK， 这边稍微补充一下，刚刚出现了一个新的基因，还有没帮大家好好介绍到哈。刚刚有提到 H 是在chromosome 19。然后负责帮忙转移 fucose， 那 S1 呢？这个基因其实后续也发现是在 chromosome 19，但是在不同的位置。那它的功能跟 H 基因是一样的，引扣出来的这个 protein 也是将 fucose 来进行一个转移，只是它们两个是在不同的组织里面来进行这样的功能。好的，那科学家就想到一件事啦，好，我现在对这件事情很了解了。红血球原来是这样接啊，接，不同的糖基接在一起。那不是听说 O 型红血球是万用血吗？那可不可以把那个 A 啊、B 啊、AB 型那上面的糖基一切，再切回来原本的 H antigen？ 那我不就很多 O 型血袋了吗？真的有好多科学家在尝试这件事情，我们来看看目前的一些科学上的发展。首先呢，在1982年就有这样的一个文献指出，他们是从咖啡中来做这个酵素的找寻，后来找到这个酵素，他们就企图将 O 型血，这个酵素是针对那个 O 型的 O 的糖基来进行一个转移吼，那他们就成功的试出说，哇，可以把B 型的血型转回来 H antigen， 那这当然就是我们所称的 O 型血。那这一个团队啊，后续还继续做，不过我觉得距离有一段呢，刚刚是1980多年，到1995年的时候，他们又发表一个 paper， 一样是刚刚那个从咖啡萃取来的，然后这一个酵素呢，后续也有进入到临床试验第1期，
但是失败了。为什么失败？你有没有觉得很可惜？不然就有好多 O 型血可以用哈，好，都可以处理给血策略里面的最紧急输血。好，那因为呢，这个酵素其实效率没有很高，因为酵素在做这个糖基的切除的时候，它效率非常非常的低。那如果我们要进行大规模的血液的 B 型血要全面转换成 O 型血的时候，可能要等待很久，然后我要多少咖啡才能萃取出相对应的酵素？所以最后呢，其实它根本不符合实际实物上的应用，那因此就失败了。那这件事情啊，其实大家还没放弃，让我们继续看下去。接下来呢，在2007年的时候呢，有一家公司他就换一个对象，那咖啡还要采，对不对？那万一到时候会有大规模转换的问题的时候，咖啡不够用就糟了。好，这个团队来自于丹麦，然后呢，它是从2500多种的细菌跟真菌去找筛选出来，其中有2个细菌啊，它们会分泌出那个去糖基的酵素，刚好就可以去除掉 A 型、B 型、AB 型，这个都是糖基串接在上面的哈，把它们去除掉表面的这个糖类抗原，就可以变成我们的 H antigen， 也就是我们的 O 型血了。那目前效率呢，就比刚刚介绍的那个咖啡萃取来的酵素呢，来的效率好很多。那当时2007年的时候，也已经进入到第1期的临床试验。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看看后续的一些发展，那跟公司可不可以顺利将这个产品来符合实务相关的应用。所以以上我们透过今天这个单元，又更了解 ABO 血型从遗传、红血球跟分泌系统上面糖基串联所负责的原料以及基因的不同。另外在遗传学上面，其实 ABO 血型是符合孟德尔的遗传基因的一个 pattern。此外呢，它也是属于 codominant 的共显性的一个遗传方式。最后这个真的大家比较容易会忽略它的，也就是这些相对应的基因所引扣出来的并不是直接是我们的 A 或 B 抗原，而是转译出来相对应的糖基转移酶来进行后续的 A、B、H antigen 的串接。以上是ABO 血型的认识哦。